最近发生一件事，就是美国一个现役的空军飞行员，他出来要弹劾美国现在政府的重要成员。这一次美伊战争，66%美国的选民都认为这样战争不值得。在共和党的部分，现在对他的支持率掉到78左右，他刚上任的时候是91。另外一个就是经济焦虑，也是川普民调下滑的一个很重要，大概只剩下33了。所以我想这个战争对美国来讲，对川普来讲，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也可以说美伊战争川普已经输了。好，现在呢，来最新关心是80岁的川普，现在说是不是健康疑云哦，在美国炸锅了？因为呢，他穿的西装后面突然间有一个神秘的凸起物，被视为是成人的纸尿布吗？等一下我们会来看一下这个画面，并且做关心。另外呢，看到的是伊朗的战争烧出了$4的一个最新新高的油价，美国人民过得苦哈哈。现在川普的民调只剩下33%的历史新低，美国人真的恨透他了吗？今天会做深度的剖析。好，尤其要特别关心到一位总统的健康，会影响到他整个国家治理哦。所以呢，川普的健康再度的成为现在各界媒体的焦点。最新的影片是这一段影片是即将卸任的白宫新闻秘书李威特做的发布的。影片中，川普的裤子后方出现了一块非常大块的神秘凸起物，网友开始猜测这个是什么呢？是纸尿布吗？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最新画面。好，所以神秘凸起物到底是什么呢？其实现在呢，媒体界的很多的人士也开始做了评论，包括有人说呢，这看起来好像是某一种装置哦。记者说的，那也有知名律师说应该是成人纸尿布，还拿这个品牌来开玩笑。美国的网球名将他是这样猜测，可能就是成人纸尿布。难道80岁的川普已经开始失禁了，健康状况出问题了吗？尤其我们看到最近呢，川普常常在白宫被拍到他在听简报的时候打起了瞌睡，甚至呢手上有时候会出现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淤青等等，衣服皱褶的话，是不是可能不同的角度也会拍摄有影响呢？现在也都是成为各方的讨论焦点。当然了，川普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的健康状况非常的好，但是呢，虽然他说他的健康很好，但是这一次他最新做了一次健康检查，里面一共是动用了22名的医疗专家，大家就在看说，难道真的他的健康状况出问题了吗？尚志哥怎么看？应该是纸尿裤啦。我觉得川普现在已经作为80岁的部分，你说没有漏尿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少的哟。我想其实是在台湾，像因为我自己家里有王妈妈，我们在长照的照顾，所以我们在研究了解一下纸尿裤的部分，其实在全世界都知道，纸尿裤不是给瘫痪的人或者是等等而已。其实现在像台湾的现在都在广告里头都在谈，因为就是包括平均来说是这样子，包括40岁以上的一些女性，就包括他们所谓的这些肌肉的控制，有时候是什么哈哈大笑，或稍微激动，甚至打个喷嚏就会漏尿了。所以呢，到年长的部分，包括现在台湾，其实男性纸尿裤不是瘫痪，就是一般人可能就是有时候老爸老妈妈出去，你又不是说突然想小便，就是刚刚讲漏尿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川普这样子看起来，我认为其实只是会看起来很怪，再加上很多这个所谓西方白人，我们都知道他们都是这样很高大，可腿很细，对，除非你有练那个健身或健美。然后腿细的时候，通常都是瘪的屁股，所以为什么其实，在西方这种所谓的这个文化当中，对于有个翘屁股的男生女生，或者都会觉得哇好厉害，就觉得他们天赋很好。第二个，他们有苦练，然后所以这个东西，因为它就不是这种堆积，他们堆很多的肥肉在肚子啊、上半身，可是屁股就没肉，连脂肪都没有堆哈。然后，所以这是我觉得川普这样的状况。当然得要说啦，川普这个部分只是让大家再度。其实萌生了部分对他健康的关心，因为他有些刚刚提到的神秘的手的那个淤青真的很诡异，要用盖斑膏哦，就是我们女主播用的盖斑膏这样的东西才能够遮掉。那这里头跟血液循环当然有关系哦。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疾病？不过呢，我得说哈，像一个任何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总统的等级，坦白讲，在我们一般我们事情想不想，比如我们患了癌症、胰脏癌、什么胸腔这里头，可能对我们都觉得都是致命的，都觉得完蛋了。可是对于像总统领袖这个部分是没有问题的。首先，他们经常性的部分检查，一旦有小状况就立刻把你处理了。第二，而且国家出钱。第二个部分，要在美国现在在治疗癌症，比如说非常有名的霍金斯癌症医院，是全世界的有钱人去的，你住进去有$200万才能进去啊。
就它里头最新的，包括生技的基因工程，都不是外面能够做的。他说最顶级的有钱人，真的就有花大钱可以治疗的方式，比如说像陈文茜，她先前的状况也都是有很多。好，但是大家关切什么？关切一个总统不是这些我们想象中的疾病，是大脑。所以呢，在像先前拜登为什么最后会退选，就是作为一个像美国总统，就川普也是，就是说你作为你要有理解力，很多的政策你要去思考。判断之后，而且总统太重要了，是总统要决断，伊朗要不要再打，要不要出兵，这些东西都不是底下任何的爪牙，包括范斯、包括卢比欧能够决定的。所以最后一定要川普。我们在拜登的最后的2年当中，包括对中国态度里头反反复复，你就知道他真的是大脑有问题。整个对中国或全世界的很多判断，基本上是被幕僚，甚至现在江湖传说是被他太太跟当中的一些亲近的爪牙们掌握了。好，所以我们在观察川普，其实最重要的都不是从头到脚。我们这次也看到川普，就是说他还有脱发，他还有吃脱发药，然后也关键他在药物之间有没有对他产生的影响。但是大家最关注就是有没有影响他的判断。那川普喝很多可乐，你知道川普就是全世界养生专家的敌人，他的生活作息不睡觉，一切东西，所幸他还有运动了哈。所以我这样讲，其实大家川普的关心，应该还是过去美国来讲，就是拜登先前的这个脑子的部分的问题，大家还是非常非常惊吓。而且要知道哦，老人像他们这样，他不是平均值慢慢掉，老人的所有的退化都是一个崩塌型的、阶梯型崩塌的，所以川普的健康。不只是山校啦，全世界都要关注呢。对，好，因为川普的健康其实是会影响到接下来他的施政，尤其是美国人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因为这一场美伊战事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严重性非常的高。那尤其我们最新来看到的是这个油价的部分，最新美国的平均油价已经来到了每加仑4美元的一个新高，而且呢，川普最新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还说呢，现在伊朗的状态就是呈现惨败。他还说呢，美国在击败了伊朗之后，荷姆兹海峡未来就会是美国的领土了，继续说大话。至于刚刚提到的油价问题，川普则是回应说，这都只是小问题，我永远不会针对现在的高油价来道歉。他说自己坚持采取的行动是对的。那确实，民众的怒火反映在民调上，现在川普最新民调雪崩到33%，剩下这么一点数字，创下他本届任期的最新的一个记录。那民众现在等于是用选票、用民调来告诉川普对于美伊战事的不满吗？大使怎么看？对，其实川普事实上的话，这个目前他的民调这个不断的下哈，事实上战争是一个原因，可是不是唯一的原因。对，它是3个重要原因之一哈。第一个就是战争的拖累啊，他认为是一个拖累。另外一个就是经济焦虑。也是川普民调的一个怎么样下滑的一个很重要。第3个就是这个政治上啊，他树敌太多，而且他的那个所谓这种就是说极端手段哈，事实上得到很多反效果。当然战争事实上的话，这个怎么讲呢？会让他整体来讲，他的这个民调就掉到了新低，大概只剩下33了。对。那这跟他当初当选的时候呢，差别很大。那尤其是就是说，在共和党的部分，现在对他的支持率只掉到78左右哈。他刚上任的时候是91，刚上任91，那就是纯对这一次美伊战争的话，大概认为哈，这个战争啊，他所得跟他所失哈。那么是值得的话，只有1/3的选民，这个整体来讲，所以66%、2/3美国的选民都认为这场战争不值得，都不值得。那认为这个80%的美国选民都很担忧一件事，他们不愿意看到这场战争这个持续化。所以这场战争如果再打下去的话，可能这个会造成更大的担忧，对川普的这个整个的他的国内的支持率来讲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不利的啊。所以你也可以说这场战争是加速了这个川普的整体声望往下滑的一个很大因素。对。而最近发生一件事，就是美国一个现役的这个空军飞行员他出来。喊话要怎么样？要弹劾这个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
还有甚至美国现在政府的重要成员，因为他认为他们这场战争是错误的决定，正好把美国的国家带向错误的方向。所以结果呢，川普最近把这位空军飞行员把他以这个军法处置了。那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在美国很大的事件。对，也就是说，美国军方有这个现役的在第一线的这些战斗人员开了第一枪，那这个就显示说，这个美国的这个专业的军人对这场战争都已经高度怀疑了，而且是现任的，他而且冒着自己被这个军法审判的这个危险都出来了。所以我想这个战争对美国来讲，对川普来讲的话，只能说就是国内的支持不断的下滑情况之下这场战争在美国国内越来越不得人心，难以持续。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也可以说美国战争美伊战争川普已经输了。好，所以我们看到是连军方都开始质疑这一场战争的合理性那80%的选民现在透过民调来表示说他们对于战争的不支持，而且呢，现在还有很多的选民是这样说的，他说在川普的任期之内，他们感觉自己变得更穷了。那实际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数字都显示说，确实美国现在这个国内的物价水准越来越高，东西变得非常的贵。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说，这个油价现在来到了4加仑，这是美国的平均油价，甚至有一些州包括了加州跟夏威夷，现在已经接近了这个每加仑5.5美元。国内机票，美国国内比前一年上涨幅度26%。8月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已经是从55.2降到51，一年期的这个通膨预期呢，从4.2升上4.3%，明显高过于战争前的3.4%。只有8%的民众认为自己未来的收入成长是可以超过通膨的，但是赚饱饱的是谁？就是这些石油企业。第2季合计赚超过了900亿美元，是唯一的受惠者。民众却在这当中，因为这场战争输得最彻底吗？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这个一般来看，我认为美国最大的问题是贫富差距太大。有钱人很有钱，你看富翁，他这个富可敌国，拿兆来算，兆不得了。我们讲1000亿美元都不得了了，光是兆。换句话说，有钱人非常有钱，他们是获利的一群。但是问题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就不一样了。我们来看美国贫富差距前面50%占了全美国的资产的97.5%，你后面的50%只占2.5%不到。你看看后面的人是不是穷哈哈的？所以那穷哈哈，那我也是一票啊。你一通电话，我也是电话民调，我也是算一通啊，就不一样了。所以他的这个川普的民调为什么只有33%、32%？为什么是这样？大部分人穷啊，问题在这个地方。那美国状况怎么样？我们看了。他最近就因为伊朗战争的通膨上来了，通膨2.5%，这个是我们讲的核心通膨。如果算一般通膨的话，你到达4%你要看怎么去算那你的牛奶、你那些糖，还有那时候我们讲的大宗的民生必需，你涨得多啊，因为其他的涨得少啊，但是有你涨得多啊，受不了啊，是这个样子，是大家的这一般通膨加起来就4点多了。你要看核心通膨还是一般通膨。你要这样看。第二个，经济成长率并不高，虽然经济成长是1.9%，但是你如果是4%，那是不是把通膨盖过去？没有，经济成长率是被通膨盖过去的。我通膨比你高，你经济成长率是被我通膨吃掉，还不够。那你这样，你是不是荷包变得比较小，比较轻？你钱少了嘛，被通膨吃掉。第3个来看美国的储蓄率不低，美国储蓄率低。是他的一个致命，因为大家如果在这个经济状况不好，我有钱我有存美国没有，美国100块只存2.7块，97块3都花光光。你看看，那我贫穷，我怎么样？我连周转的空间都没有。那我对政府当然不满了。你这个我敏感度很高，你叫涨一涨我受不了，因为我没有储蓄，所以这个东西会到哪里？是到我们讲的到政府的手上，到川普上面去了。因为好不好？有没有牛肉？没有牛肉，你想要拿高民调，不可能的事情。经济没有搞好，永远不可能有高民调。好，今天有关于这一场美伊战事，我们要来看到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会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析。首先看到第一个，
川普吹他说已经在这个荷姆兹海峡这边形成了钢铁城墙哦，但是怎么回事呢？林肯号是立刻传出了一个跳海的危机，美国的航母难道真的撑不住了吗？第二件事情，现在美国面对的问题就是它内部的爱国者已经越打越少了，但是另一方面，伊朗它生产的飞弹却比打出去的还要更多，被解读为根本越打越多。美伊战争现在比耐力会来大逆转吗？第三件事情，伊朗它的攻势，等一下我们也会看，以更多元还有不同方向的这种飞弹，不管是无人机啊飞弹，以量来破值，美国防空网撑得住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来做讨论。好，我们先来看到荷姆兹海峡有关于相关的议题，川普最新放话说呢，现在是已经完全的掌握在美国的手中了，甚至夸口说呢，美国海军在荷姆兹海峡这边已经筑起了一道钢铁城墙。他说伊朗根本就没有能力突破，美国想控制多久就控制多久。但是最讽刺的事情是，他的钢铁城墙还在喊，但是要撑住钢铁城墙的航母林肯号官兵却是撑不住了。来看到细节，荷姆兹海峡现在川普说完全的掌握了，但是呢，看到了现在已经在这个当中。林肯号已经布局超过了9个月的时间，从去年的11月出海布局到现在呢，可以说呢已经是非常长的时间了。现在5000名的官兵都是处于战时状态，所以看起来精神是非常非常的紧绷的。那么还有超过200名的官兵家属向美国海军高层已经表达了不满，他们已经非常久没有看到自己的家人了，甚至传出来说有值班的人员真的是受不了了，曾经要跳海哦，所以呢遭到这些值班人员阻止。那部署期间也出现了许多的问题，不管是粮食的短缺、供水不足、蔬菜腐烂、卫生用品耗尽等等的问题，甚至还有水兵哦，恐怕因为真的是待太久了，舰上的医生说，这些人恐怕会有精神崩溃，甚至蓄意破坏的这些举动出现。家属也开始质疑了，说，是不是有一些水兵们因为上头的命令，所以杀害了这些无辜的平民，让这些上面的军官他们也非常的难过，开始怀疑自己的作战目标是不是正确的。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教舰长怎么看川普高喊的荷姆兹海峡的封锁，这个叫做钢铁城墙，但是却发现了这个林肯号上面的官兵已经快要受不了了，甚至有没有可能会重蹈覆辙当时的福特号，引爆官兵蓄意破坏。而这样子的案例是冰山一角吗？尤其是这样美军的士气如果呈现这样的状态，真的有办法在中东继续打下去，继续耗下去吗？舰长怎么看？我当过舰长，其实我们舰长最怕的一个就是什么？我们这次出去航行任务哦，结果临时告诉我一个紧急的一个什么事情，我要继续，因为通常大家都有一个期待值。像出去之前，我这次会宣布，我们这次是7天的任务，那我们小海军都很短，7天、4天、5天。那结果到了第7天，他跟你讲说，对不起，临时有任务，你要继续待下去。那我们有没有碰到过这种事情？有啊，有时候好比说出了一个意外，临时搜救，某架飞机灾了，那我临时回不来了。但那时候你还可以看得到，我是为了救生。那多待的天数也是有限的，3天5天，你知道？那你如果到了该到的时间，该回去，大家都已经有所准备，我明天要返港，我已经要跟我女朋友约好了，就冬夏不能回去。然后这个时间越延得很长的话，你知道那是一个很伤士气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也很怕，因为我也没有带士气啊。就你这个任务的变化，如果一直在往后拖，那是很难带的。那再加上船上有多辛苦，你们可能是想不到的。我现在说6点啊，他非常辛苦的。第一个，他单挑到了极点，你以为他在那些多彩多姿啊？他睡觉在这，他吃饭在这，他植根在那，就这3个点，基本上他就这样走来走去，永远在我旁边就是。好比说，我们3个一起植根，就是3个人，思敏永远不会出现的，就是这样。你会觉得哇，你完全不会期待任何变化，不可能变化。这是一个单调。第二个，食物，他刚刚有讲，食物一拉长哦，那个食物腐败的，像我们那时候，我曾经有一次航行1个月到南非，到后面那个食物上来，通通有味道，那个新鲜蔬菜，什么鸡蛋，已经通通都没有了，都是一上来一个味道，就是根茎类啦，什么东西，真是很难吃。然后第3个健康，因为这个你知道在船上有植根，那每一个人都要植根哦。那我一个植根1天，我基本上是8个小时，为了让大家能够公平，他这个时间一直在往后换。我举个例子，你不能天天都是
我值0到4，你值这个8到12，那你多幸福，我多苦啊！所以他就每一个推一个，每一天推一个，你就知道，像我在船上的时候，我每天都要调时差，我有时候想睡觉睡不着，我有时候这个很困的时候，结果我要植根，结果我就在那1个月，是我这一辈子心脏觉得负荷不了，我那时候觉得我心脏跳到难受，就在那一次唯一这个发生，就它对你的健康有影响，那第4个就孤独，我跟谁联络？在上面就是我们这些人，我跟他聊到第5天就聊完了，我们还要聊什么？就开始变得非常孤独，开始想家人，开始想女朋友，然后又不知道归期，不知道什么时候。然后第5个压力，他们在那里不是度假，他随时打仗啊，在那里万一一个这个无人机这样过来怎么办？所以他是有他的压力了。然后第6个是最糟糕，大家注意，军中经常会发生霸凌现象，因为它最容易发生。军中有阶级，我今天要你干嘛你就要干嘛，我叫你跪下你就跪下，我叫你站起来就要站起来。军中这个神节是，如果有一个人整到我，你以为我的上面长官都对我很好啊？只要有一个整我就被霸凌，所以到后面越推到后面是就是越痛苦。然后最后会有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然后遥遥无期。他现在已经9个多月了。你说呢？真的是他原来可能就3个月、4个月。那还有一个，刚刚这个主持人有提到说，会不会影响他的战力啊？军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存在就是力量。只要这个航母在那摆到，它就有它的威慑力。就算它里面上面1粒弹药都没有，可谁知道它没有弹药？这是存在就是量，这是第1个。第2个，现在所有的战争基本上靠的都是自动作战。我说自动作战就是像我不要说这么先进的船，我们成功舰我的战斗系统有一个可以拨到就是自动化战斗系统，拨过去之后，全船人什么事都不要做。我可以抽根烟在那看，他到最后锁定一个目标，告诉我说要射击，他会有个红点亮。那最后射不射击是我最后决定。所有的追踪目标指令、飞弹备变，全部是自动的。所以只要装备正常，他的战力在现代的这种先进的战力，有像他们这么先进的，不太容易影响。但是如果这个兵只是想自杀，影响不大。如果他想的是破坏呢？对。像上一次那个破坏厕所啦，破坏什么烧一点那个洗衣房的火啦，都还好。他万一如果是一个，我决定跟你知道我已经都不想活了，我还怕什么？我觉得这一群人通通都是天天在找我麻烦的，我要把你们一起炸死了。我跟你讲，其实那种环境是我们在陆地无法体会的。但是真的很长久的这个东西它拖得越长，又一直在延，它的战力会一直下降。但是它的威慑力还是存在的。好，所以可以看起来这一场战争是一场消耗战。林肯号已经在海上布局超过9个月的时间，而且都是呈现一个战时的状态，让上面的军官都非常非常的紧张。那这一场消耗战继续下去的话，我们来看到美伊现在到底谁比较能够耗得下去呢？因为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是，伊朗这边的弹药怎么回事这个越打越多，但是美国的弹药是越打越少。呈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对比。我们先来看到《纽约时报》最新的报道，他说呢，现在伊朗的战法也已经改变了，他们现在学会的是模仿俄罗斯在打乌克兰的这种打法，不再追求用一种武器来决胜，他们是靠把弹道飞弹、巡弋飞弹、无人机全部绑在一起，从不同的高度、用不同的速度跟方向同时进攻，呈现一个复合式的饱和式攻击。那成果也是非常的惊人。来看到具体的一个成果，上个月伊朗是连续5天攻击了约旦的3座美军基地，其中1天就发射了大约是50枚的爱国者的拦截弹，等于就已经是打掉了2亿美元。更可怕的是，这个飞弹烧掉了，但是最后防线还是被突破，造成美军这边的死伤结果也非常的惨重这个是美军的部分。而美军现在包括他们在拦截弹药上面，在手势上面也面临非常大的困境，因为《纽约时报》同时也披露，这场战争已经使用了1500枚的爱国者飞弹，现在剩下的数量已经不到1700枚了。那么全国要知道，在去年整体一整年量产的数量只有600枚左右，所以消耗速度是这个生产的好几倍。那反过来看到伊朗的生产速度已经超过每一天它的使用量了。那我们刚刚提到了伊朗，它的攻势是从不同面向来做攻击嘛。首先从不同的方向，它现在是从本土向不同的地区发射，包括打的是美军的雷达、视野、拦截火力、指挥系统等等。
多种类的飞弹，我们刚刚也特别讲到了，不管是飞弹、无人机，或者是巡弋飞弹、导弹等等一起做。那多波次同样是先用无人机来发动第一波的攻击之后呢，再在多段的攻势当中藏着真正的目标，最后是以高阶飞弹来出动。毁灭他们的最终目标，这个叫做以量破质。赖老师怎么看？目前双方的消耗战呈现一个越打越多的弹药，一个越打越少的弹药，谁可以撑比较久？当然伊朗撑比较久啊，因为这个态势已经很明白，伊朗也打了一个不对称的一个作战，而且呢，他已经把他的经济转变成为一个战时的经济。换言之，也就是说，战时的经济就是维持人民最底层的最底下的这个生活就可以了。那也就是说，不再以寻求富裕或是过得更好为主，而是能够先活得下去。那也就是在这个部分里面，他们不断的去抓这些特务抓这些异议分子，然后该枪决的枪决该处死刑的处死刑，来削弱他的反对者的力量，同时来巩固住他的国内的大部分的对于他们政权的支持者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他已经准备跟美国耗更久。但是除了这个以外，他也在寻求经济上的破解，例如说他的能源的运输还是继续在走，那他商品经济就商品的进口寻找不同的管道，例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他从里海这边也打通了另外一个运输线，也可能从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例如说从瓜达尔港或者是从这个陆运里面那么送进伊朗，所以未来可能他从伊朗这边连通巴基斯坦的公路也有可能会尽快的修筑出来，那么有利于他能够从中国大陆这边把货物运输到伊朗。所以我们看到伊朗目前来讲就是准备打一场长期的战争，可是问题是在于美国没有做好准备，美国的整个战争思想、战术思想还是很落后。美国完全没有从俄乌的4年的战争中吸收到任何有价值的战争经验，所以美国以一个非常落后的军事思想去面对一场新的战争，而这个战争是美国所挑起来的，结果用落后的战争的思想去打一场新的战争，而美国目前来讲承受到它不可挽救的一个失败。这第一个就是您看到了，其实您提到说这一波的战争从2月严格上来讲2月28嘛到现在，可是他真正打的时间1-2个月而已。可是这1-2个月的时间消耗掉美国它的所有的防空导弹的1半以上。换言之，也就是说，它1个月的战争强度还不是很强就可以把美国1年的爱国者的导弹的生产量全部耗尽。1个月，可能1个月不到，美国1整年的所有的导弹全部都消耗光了，这个是可以想象的。那等于是之后美国就全部挨打了。现在的情况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由于美国的战争思想落后，然后他的战略思想落后，他对无人机跟导弹的搭配使用，他束手无策。他甚至连反无人机的手段，到目前为止，他却还是使用非常旧的、传统的，以非常昂贵的爱国者的导弹、标准的导弹来去拦截这么便宜廉价的无人机导弹。而他自己本身却完全没有这个无人机跟反无人机真正的这种以量取胜的制空能力。这代表说，美国在这场战争中其实败势已经摆得很明白了。好，那同样的问题，杨老师又怎么看呢？这个等于伊朗已经找到美国的弱点了吗？我觉得现在美国面临到4种不对称。第一个，我们讲了很久的，也就是成本不对称，也就是弹药成本的不对称。伊朗的一个无人机2万美元，美国呢，如果要拦截爱国者飞弹，如果是3型的话300万，2型的话呢200万。那美国所发射的战斧飞弹1枚大概是也300万到600万。然后呢，这个标3那更贵。所以这些都已经库存的第2个不对称就是库存。那现在库存不对称，看起来伊朗还是拥有蛮多的无人机跟这个飞弹。那第3个不对称是什么呢？第3个不对称，简单讲是地理不对称。我觉得这是关键的一个不对称。也就是为什么今天美国第一个他不敢打地面战争，第2个它的成本跟库存的不对称对他来讲是蛮大的影响，因为地理上的不对称。怎么说呢？第一个是在
赫姆兹海峡的地理，第二个是在伊朗它自己本身地缘跟地形的高原堡垒的这个地理，所以呢，赫姆兹海峡在地图上那就是在就是伊朗旁边，这个你怎么炸也炸不掉，也移不开，所以呢，伊朗基本上控制赫姆兹海峡，这个造成一个不对称。那第二个呢，就是你美军，你就算在海湾地区有这些基地，可是事实上你都是用轰炸，所以你必须要从这个距离伊朗可能1000公里以外的地方，因为你担心你的船舰或者是基地遭受到伊朗的攻击，所以从第一波之后呢，你看它就移到约旦去，甚至更到地中海，然后呢到印度洋的迪耶戈加西亚这个岛屿上。所以它的整个光是战机起飞，它可能要加一次油才能够返回。因此，这种不对称，地理上的不对称，使得伊朗掌控赫姆兹海峡，伊朗可以轻易的攻击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也使得美国必须要花更大的力量跟成本，然后更多的这个弹药来去轰炸伊朗，而他不敢打地面战争。第4种不对称，这个最关键了，什么东西呢？消耗不对称。伊朗其实你不要看现在伊朗这个受创很深呐，它的基础建设、桥梁、军事设施，从2月28号打到4月7号的38天，美国说他打了15000个据点。你不要忘记，以色列打了15000个据点以上，然后呢死亡3000多人，对，美国死亡18人。所以伊朗的受创，它的基础设施、民生设施、经济、能源，可是他们的韧性撑下来了。但是呢，撑下来之后，美国这边被消耗的是什么不对称？国际能源压力的不对称，美国的经济、油价、通膨、选举的压力、人心、民心的这种压力的不对称。伊朗撑过来，美国现在是说他要继续给你消耗，消耗到后来让你伊朗受不了。但是美国能撑下去吗？所以消耗也是不对称。当然了，美国现在也在发展，就是他们的就是不对称的武力，也就是说，他也用低价的无人机啊，或者是无人机拦截无人机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低价的攻击性武器。可是，在这种4个不对称之下，特别是地理不对称跟消耗不对称情况之下，我觉得美国要继续打这个战争非常困难。好，要赶快来看到是这个中国大陆现在粮食牌直接掐住了川普的票仓哦。现在呢，针对于这个美国要出口这个胡桃，他们要来正式的开刀了，课征的部分是54%的一个保证金。那其实胡桃只是一个前戏而已，重点是中国大陆想要卡关美国的接下来出口给中国2500万吨的大豆才是重点。美国的农民现在很害怕了，是说北京会不会接下来翻脸不买大豆了呢？今天我们会做深度的剖析。好，关键就在于今年的9月份，川习会即将要登场了。北京现在先出了一张川普最怕看到的牌，不是我们先前谈的稀土，不是晶片，也不是 AI， 就是有关于美国农民的生计，而美国农民的生计也会直接影响到就是川普他的重要的政治选票了。我们先来看到的最新消息，8月10号这一天，中国大陆的商务部呢最新针对于美国进口的胡桃实施高额的临时反倾销措施，产品只要进入到中国，接下来你都要缴54%的保证金，意思就是说你出口到中国大陆的胡桃呢，等于你的价格就垫高了1倍。那么不只是针对美国，还针对了墨西哥。墨西哥进到中国大陆的胡桃也要课征，最高也是同样达到了50%以上的一个保证金的税哦。那么他们的理由是因为认定美墨产品存在倾销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对中国国内的产业会造成实质的伤害。重点来了，为什么中国大陆要选在这个时候突然间针对胡桃来课征这样子的一个新的保证金的税务呢？不是说要暂时来休战，甚至说要好好来谈 AI 吗？为什么突然间北京要给川普一个警告呢？现在大家就在看说，重点的大戏是不是就是在稀土了？因为美方一直最希望就是中国大陆赶快买这个
自己的稀土。那我们也来看到有关于稀土的量。2016年，中国从美国稀土大豆是一度占中国进口来源高达了41%，但是2024年只剩下20%，直接减少了一半。那中国大陆不足的这个大豆从哪里来呢？现在是看说转向了巴西、阿根廷跟乌拉圭等等的国家。接下来美国农民怎么办呢？少了几千吨可以输出他们重要大豆的国家，美国农民会不会成为牺牲品？上志哥怎么看？好，中美之间开始有点紧绷，有点冲突咯，大家要特别关注。这个是在整个5月呢，这个北京川习会之后，不是气氛很好吗？说要有个这个稳定的战略什么合作关系、建设关系什么鬼的。但是现在看起来，历经了3个月后，所有这些谈的东西是不是就进入紧张状态了呢？我们现在来看中国对于中美之间，大家要分层来看，什么意思呢？更核心、更战略高层的是跟科技有关的，科技的、AI 的、战略的、国防的等等的这些东西，这是大家彼此不让的。然后呢，它有一个下层，因为下层的东西跟大众、跟美国、跟中国大陆的生活有关，这里头就是贸易的。然后另外刚刚讲稀土也算是已经是战略了，好，所以特别是在贸易这些跟其中选民有关。好，中国大陆商务部突然丢出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它是针对于坚果类。胡桃大家听不懂，就是核桃啦，就是坚果类有核桃，这次这个里面清单有核桃、有开心果、有杏仁，这都所以影响加州其实影响蛮多的哈。那但是这里头怎么说呢？这里头其实第一次出现就是这3个关键叫做反倾销税。中国大陆过去对美国没有推出反倾销税，往往都是报复性的一些关税啦或抬高，在农产品这次出现反倾销，这是第一次，因为中国大陆开始用反倾销这个东西在农业上出现了哈。那但是我们看说它为什么要这样？除了难道是反倾销吗？其实这样背后其实我们也都理解，中国大陆因为长期以来对于所有过去对美国农业当中就是优先美国嘛，早先对优先美国，但是中国大陆这些年，特别是这2-3年的，是开始对于长期的供应链在做分散。我举个例子，这次这个核桃，除了中国大陆自己云南、新疆也开始生产很多核桃之外，核桃跟乌克兰买很多很神奇哈。那么所以这里头其实有些中国大陆这些战略的考量蛮有意思的哈。好，但是重点还是中美的这个贸易冲突啦。大家其实在关注的除了这个核桃，这是一小部分，还是在看现在中美贸易当中5月大家甜蜜蜜。那到底现在比如说大家就看美国的大豆、玉米、高粱、小麦，这是很重要一块。畜牧业的包括牛肉这些所有的进口，还有另外包括水果，这通常是这5大类啊，3大类。我们来看大豆大豆很重要。大豆是这样子，先前谈判5月的时候讲的甜蜜蜜，2026到2028年连续3年，每年要采买2500万吨。好，中国1年全世界买是1.1亿吨。好，所以2500万吨现在大家都20%而已。结果到目前为止，包括上个礼拜才刚刚又买了80万吨，才买600万吨而已。好，当然美国大豆是这样子，它通常是下订单，现在买订单，10月、11月才装船，才装船。可是我们看中国大陆到底那1月到6月嘞？好，1月到6月，中国大陆全世界，尤其巴西买多少？买了5000万吨啊，所以达标了。可是唯独美国没有按照规划买，所以这里头还是有施加压力的这个味道在里头。所以看起来，其实在5月份之后，好，但中国大陆为什么在这个当中，没有符合先前5月谈判的气氛呢？是中国违背诺言吗？没有。中国大陆在当时非常重要的，你的贸易、我们的稀土、中美之间所有一切是针对于台美军售这件事情，140亿美金。你要有交代，当时是这个完全就是摊开来讲的。当时其实也就是这个他们说回去考虑半天，可是回去已经快100天了。美国方面对于台美贸易没有后续，对，没有吱声。而且最近看到对于日本方面的很多军事动作，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对于以色列啊、乌克兰等等，然后呢，乌克兰要跑到台湾要来做无人机这件事情，包括我们刚刚举的汉光演习当中，整个完全这个张晋大哥是专家了，这里基本上就是美国的剧本、美国的要求、美国要检验的东西，跟过去汉光演习不一样。所以美国方面你可以看到，不要说台美军售，对于台湾军事的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背后的，不要说指指点点，背后在操盘这件事情没有任何一丝松懈，甚至更加强。所以这个背后是不是真正的回到来讲，中国大陆对于美国关系包括农业贸易承诺的东西都停手，无论大豆买了600万吨而已，
然后呢，包括现在还丢出一个核桃的新的反倾销税，正在加大压力。因为现在已经8月中旬了，不是说9月还剩下不到40天，那个习近平不是就要去美国了吗？对，难道习近平因此不会去美国了吗？应该是接下来中美所有冲突当中，大家会集结的结论，习近平去不去？还是说川普也没有让习近平去，故意创造一些现在这些紧迫的条件，让北京说不去了。究竟这是谁在操控这个局呢？好，所以中国大陆我们看到用农业来反制针对于美国的各种地缘政治上面的动作，那确实当时承诺的是说2028年要总共买到这个2500万吨是每一年，但是现在看起来真的只有600万吨。那接下来这个来自于美国的权威战略期刊的外交事务指出呢，粮食问题可能成为接下来美中之间施压点，而这种饥饿游戏已经成为中国地缘政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筹码了。中国大陆现在在打什么样子的一个牌？张健老师又怎么看？我想大家必须要了解，就是真正所有这些农产品的谈判有很多跟季节性因素有关。就拿大豆为例，巴西跟阿根廷在南半球，它跟那个美国的产季恰好是相反的，所以当时在谈判的时候，其实是因为巴西在抬价，在拿敲，所以他跟美国谈是放样子放话，然后做样子给巴西看。巴西一看不行，那个价钱抬过头了，回不了头。然后呢，阿根廷趁虚而入，所以他就大量买进。那等到这个阿根廷的密契约，巴西急了，价钱哗跌的比原来抬价钱更糟。所以这是商业谈判之中。但是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是所有的船运所有的船只，你不是说你买了之后它保证一定运得来，你还要去配套陆地上的运输，然后装船如何。我觉得现在这个基本上是在摆态势，因为就我所知，所有后续的船运的这些之前的订约都已经在去，中国这个农粮总公司都一直不停的在做，只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不到9月份去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之所以习近平去访问这个美国，是要配合川普演这场戏，9月去，然后希望造成这个声势，然后呢11月。假如你今天没有把后续的那个运销的船、这些运销管道弄好，你9月放话说买了，你到了11月还是运不出来。所以很多事情其实我们今天要了解，它不是专门去打击农民的荷包，它专门去打击你政治对手的票仓，那才是重要的。所以这个为什么能够让川普低头，是因为这些种大豆的都是他不能输掉的州，他要输掉了州的话，那整个的翻盘他就马上就立刻就跛脚。所以我们就讲这个，我们天天在这边讲反渗透法，那个外力干预跟诱导，你要有本钱对不对？你要约制你能够就是说，尤其是你要约制的对象，他是用感性思考，他不用脑子了，所以才会被左右，才会被操纵。为什么拿出那个核桃来？因为核桃不是主食核桃是可有可无的，所以而且这个数量相当有限，所以才有操作空间。好，这个是我们看到呢，中美之间的这一场这个粮食战还在持续的打当中那另外一方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是跟科技战比较相关的，是美国又有动作。好，7月底的时候，美国开始限制部分的外国机器人跟电力的逆变器，接着又把数十家中国企业列入黑名单。当然了，中国立刻反制，几个动作：第一个，审查美国的资安产品，加强无人机产品出口审查，制裁美国的实体，甚至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打压美国的胡桃等等核桃等于是说美国打一拳，中国大陆也就会做同样的回击。那干哥怎么看？接下来习川会大豆又能换到什么呢？其实我跟你讲美国一直在做一些自己都搞不清楚的事情。就是你明明知道，对于美国农民而言，不管胡桃、大豆，这些都是很重要。但你为什么在就是说7月的时候限制部分外国制机器人跟电力逆变器？我告诉你，这2样都是中国出口的大宗，限制外国制，其实你就是讲中国制就对了啦。那这根本就是中国在做的嘛。电力逆变器更是，对不对？所以老实讲一句，你现在就是冲着中国而来的政策。然后这个是7月28号发生的，7月34号过3天，就是我们刚刚讲的43家中国企业又列明了压榨维吾尔人。铝铜黄金通通有份。最重要的是棉花，还在讲棉花的事情。美国的参议员也是很累，
为什么？因为一直有什么国际组织一直去啊，有去国会游说啊。我跟你讲，还有很多中国少数民族受到压迫啊，在这个什么在教育营啊，上面还有塔那个监视塔在控制的，他们在血汗工厂里面做啊，所以43家又上了名单了。所以我看中国就一直冷眼看你啊，你现在几天之内你搞这么多花招，好，那没有关系，我们也来搞一个对外贸易法啊，开始进行国安调查。国安调查，我不是在这上面反击你，我是在农业上反击你。对，所以说刚刚前面2位讲了很多，你知道中国一年需要多少大豆吗？不是说一定会跟美国采购2500万吨吗？中国需要1亿吨。中国13亿人口，他们需要1亿吨的大豆才能够过这个冬天。但是美国没有办法拿大豆来当做谈判的武器，你这样听起来会非常吊诡。你要从哪来呢？我要从哪来？我告诉你，我现在从巴西跟阿根廷进的大豆的品质跟价钱都超过你美国。今天我要跟你美国买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维系着这个双边贸易，让它不至于瓦解，这才是最重要的。胡桃也是一样，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中国就拿胡桃干，张老师讲的，说这个因为胡桃它毕竟不是主食，他拿胡桃来反击，当时就已经有用到说反倾销的考虑，保证金还不是反倾销税哦，从保证金上面下手啊，认为说胡桃销到中国是不公平的，所以说课征54.3%。那个时候你知道乔治亚跟那个亚利桑那的美国农民跳脚啊，气死了，比大豆农还要跳脚，还要抗议，所以大家就晓得，其实老实讲一句，中国它其实它要反制的话，它有很多方法，也有很多手段，只是还在维系着双边贸易的基本的依存关系而已。所以美国，你真的不要搞错了。